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《无病法》这本书。这本书是科尔纳罗氏健康长寿法的现代日语版，是由食疗研究专家中仓玄喜先生翻译并编纂的。无论在任何时代或环境中，只要我们遵守一个基本原则，就可以一生无病。这个基本原则就是少食，这是各种问题的关键所在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只要坚持这一点，就不会生病，心境会平和，晚年将会享受健康长寿所带来的幸福时光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少食已经不是一件新鲜的事了。但大家知道最早开始进行少食的人是谁吗？老实说，考证第一个开始进行少食的人并不简单。不过比较出名的是一个意大利商人，他在16世纪时就开始尝试少食，并且很长寿，活到了102岁。当然，有的人肯定会说，古代的人缺衣少穿，人们普遍都吃不饱，那不相当于大家都在少食了吗？其实并不是这样的，少食和节食不一样，和缺少食物而吃不饱更不一样。没有东西吃，可能会造成营养不良，而少食是刻意而为的，平时可以吃到足够的营养。这个16世纪的意大利商人也是如此，他很有钱，但是却坚持着少食的生活方式。那么他是为什么开始进行少食的？少食又是怎么吃的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这个人叫阿尔维斯·科尔纳罗，意大利名叫路易吉，大家通常称呼他为路易吉·科尔纳罗。路易吉是一名威尼斯贵族和艺术赞助人，但是他最出名的是他关于长寿秘诀的书。路易吉出生于帕多瓦，是一位旅店老板的儿子。他声称与威尼斯贵族科尔纳罗家族有联系，并且煞费苦心地证明这种联系。路易吉颇有商业天分，尤其是他的创业技能。他投资在水利学方面，开垦湿地进行耕种，逐步将一小笔股份扩大到了很大的一笔财富。路易吉中年的时候就已经坐拥了大量的财富。毫无意外的，他开始投身于艺术，而且过着一种过度饮食和放荡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。因此，在他30多岁时就患上了各种成人病，40多岁时甚至濒临死亡。就在这时，命运给路易吉带来了转机。长期关注他的医生在某天对他说，如果不将食量减少到最小限度，极少食，您就没有希望活下去了。于是，为了活命，路易吉开始去实践少食。奇迹的事情发生了，几天后，他的病情有了好转。不久后，他的病竟然痊愈了。不仅如此，1年后，他完全恢复了健康，性格也从之前的暴躁变得温和起来，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从那时起，路易吉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都过得很充实，并在102岁高寿时安详离世。路易吉生前通过小册子和书信向人们传授了他的健康长寿法。我希望大家能从今天的内容中得到一些启示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极少食的惊人功效；第二，通过极少食能激活长寿基因；第三，概述极少食的具体内容。这些内容会让我们现代人对饮食的价值观发生180度的转变，请大家务必看到最后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极少食的惊人功效。每日只摄取342克食物和399克红酒。路易吉将这些食物分成2次进食，每餐大约摄入170克食物和200克红酒。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，相当于1碗米饭和1罐咖啡的量，是不是非常惊人的少食呢？但事实上，人类所需的生理适量，无论个人差异如何，基本上就是如此少量的。这一点在现代的许多临床观察中也得到了验证。保持体内环境的自然状态，无论是预防还是治疗疾病，基本的原则早在古代就已经确立。这个原则的核心就是保持或恢复我们体内的自然状态，特别是相比食物的种类，食物的量更为重要，因为食物的种类因地域、气候、
文明程度等不同而有所差异，而摄入的量却有一个遗传上的适量范围。这个适量范围反映了人类在历史上以最小量食物生存的特点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体的消化功能会逐渐下降，这个量也会逐渐减少。在极少食中，多个生理因素会相互作用，使体内环境保持在最佳的状态。500多年前的路易吉通过他的经验，发现了极少食的好处。近年的科学研究也揭示了许多相关内容，其中之一就是活性氧。无论一种食物多么好，在能量转化过程中都会产生出活性氧。活性氧本用于处理细菌等异物，但过量时会损伤到周围的组织和基因。在我们现代的饮食生活中，过量饮食、食品添加剂、农药残留等原因会导致大量的活性氧产生，从而严重氧化我们的身体。而极少食可以将活性氧的产生降到最低。此外，极少食还能显著减少体内酶的消耗。我们体内的酶会负责大约5000种化学反应，包括消化和新陈代谢。唾液中的淀粉酶、胃液中的蛋白酶、肠液、胰液、胆汁中的脂肪酶等都是代表。体内酶在一生中的产量是有限的，极少食可以更高效地利用这些有限的酶。极少食还有一个重要好处是对肠内菌群的益处。人类肠道内约有300种100万亿个细菌，它们负责激素、维生素、酶的生成、蛋白质合成、血液和血糖调节、胆固醇代谢、免疫功能维护等生命维持功能。肠内菌群的健康直接影响到营养的吸收效率。如果肠内菌群恶化，即使饮食再营养丰富，也无法充分吸收其营养。而极少食不仅摄取量最小，还通过细嚼慢咽避免了肠内菌群的恶化，从而能保持肠道健康。极少食的好处远不止这些，还有更多的优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通过极少食能激活长寿基因。食物的消化需要大量的能量，因此内脏休息的时间与进食的量和次数成正比。然而，现代社会的过度饮食习惯使得内脏没有休息的时间，日复一日的疲惫不堪。极少食则避免了这种弊端。这种科尔纳罗式的饮食习惯非常简单，每天仅摄取2次极少量的食物。相反，即使摄取的总量较少，但进食次数多的方法应该尽量避免。在用餐间隙饮用冷水、清凉饮料、冷牛奶或吃冰淇淋等，也会增加我们的消化负担。此外，多次进食即使量少，也会显著阻碍细胞热源线粒体的功能，导致细胞的弱化。消化和代谢是相反的过程，在一个休息时，另一个会开始运作。因此，为了促进体内代谢，我们的身体需要空腹的时间。极少食还有助于维持健康的血液状态。人体的血液 pH 值正常应为 7.30 到 7.35 的弱碱性。如果因过多摄入糖、肉、蛋、油脂、白米等精致食品，血液会酸化至 7.30 以下，身体会从骨骼中提取钙质来中和过量的酸性，这就是所谓的脱钙作用，会导致人体的骨骼变脆。牛奶被广泛认为是钙质的来源，但由于其中含有大量的磷，是母乳的6倍，反而会破坏体内钙磷的平衡，引发脱钙作用。骨质疏松症在乳制品摄入较多的西方国家，如美国、瑞典、丹麦、芬兰更为常见。酸化血液的危害还包括影响血液循环，血液在大约22秒内会遍布全身，通过约400亿条直径10微米的毛细血管。但酸化的血液增加了其粘稠度，无法顺利流经细小的血管，这会导致组织功能下降，严重时组织会直接坏死。极少食有助于减轻压力，维持健康的血液状态，激活长寿基因。近年来，研究发现极少食能激活被称为 sirtuin 的长寿基因群，这些基因能保护其他基因免受活性氧和紫外线等损害，且可通过人为因素如卡路里限制及节食、抗氧化饮食和日常运动来激活。
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预防医学研究所的研究显示，改善生活方式的受试者在3个月后，500个长寿基因中的48个防病基因被激活，453个致病基因功能被停止。卡路里限制对基因功能的影响也通过克隆技术得到了证明。克隆的关键在于培养细胞时，将培养液浓度从10%稀释到0.5%，类似于几乎禁食的状态，即细胞的极少时。在这种培养液中，之前停止功能的基因再次活跃，生成了多利羊。这证明了极少时能从零创造生命。极少时的效用在许多生物中得到了验证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从1989年开始，用20年的时间对猴子进行实验。实验结果表明，节食组猴子的外表更年轻，生存率比不进行卡路里限制组高约 1.6 倍，且节食组多为自然死亡，病死率仅为不进行卡路里限制组的1/3。总之，通过各种实例，我们可以看到极少时的强大效用。极少时的每日总热量摄入要低于1000千卡，但依然能让人体保持精力充沛。现代科学的研究已经明确表明，合理节食对于健康至关重要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概述极少时的具体内容。本书是由中仓玄喜先生监修，介绍了基于现代日本人的历史性饮食差异的最佳饮食内容。中仓先生认为，最好的饮食是以当地种植的谷物和蔬菜为主的饮食，即身土不二的原则下的谷菜食。世界长寿地区之一的巴基斯坦北部的红扎，他们的早餐是全麦面饼搭配蔬菜和拉稀，一种酸奶饮料。午餐则是季节水果和茶。晚餐与早餐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，每日实际上只吃2顿饭。红扎人几乎不吃肉，偶尔用盐调味。另一个例子是贝都因人的饮食，他们以全麦面包和蔬菜汤为主食，偶尔配以骆驼或羊奶制成的奶酪和酸奶。从人类的历史来看，人类的主食也大多是植物性食物。在大约400万年的人类历史中，农业开始的时间仅有约1万年，其余时间都是以狩猎采集为生。而在狩猎采集时期，采集的野草和坚果等植物性食物比狩猎的肉类更为稳定和容易获取。此外，古代罗马人在战争中也采用了谷菜食。而在1905年德国举行的一场长跑比赛中，获得前4名的都是谷菜食者。1907年柏林环程马拉松的前4名也是谷菜食者。1920年德累斯顿到柏林的马拉松比赛中，前6名全都是谷菜食者。从基因的水平来看，人类更适合吃植物性食物。基因与人类相似度高达 98.7% 的黑猩猩和大猩猩，其食物中约 95% 都是水果、坚果和块根类植物，剩余的 5% 是昆虫。它们几乎不吃动物和鱼类，因此可以说，谷菜食是最自然、最适合人类的饮食方式。对现代人来说，理想的具体饮食内容如下：植物性食品，玄米、大麦、玉米、荞麦、全麦面包等味精白谷物占约 50%， 蔬菜、海藻类、水果、坚果、纳豆、味噌、腌菜等发酵食品占约 40%， 动物性食品，小鱼、虾、贝类等鱼介类不超过 10%， 尽量吃小鱼等整条食用，避免大型海洋鱼的切片和罐头。每天1至2餐少量摄取上述食物，同时尽量避免食用畜肉、禽肉、火腿、香肠、培根等。砂糖、鸡蛋、牛奶、油、酸奶、奶酪、奶油、人造黄油、精制盐、化学调味料和以这些材料制成的点心，富含油脂、添加剂、盐分的食品，酒类和含甜味剂的饮料。这些饮食原则基于人类的草食习性和身土不二的原则，与世界长寿地区红扎的饮食内容相似。特别是我刚刚提到的，在日常饮食中应该避免的食品，现代人的平均摄入量实在是太多了。例如，仅在过去的50年里，日本的肉类消费量增加了15倍，鸡蛋增加了12倍，
牛奶及乳制品增加了25倍，这些摄入量远远超过了人类长时间自然摄取量的水平。此外，饲养家畜和养殖业中使用的饲料中含有激素、抗生素以及疫苗，这些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是个严重的问题。许多现代生活习惯病的起因都源自于动物性蛋白质的过量摄取。研究表明，动物性蛋白质的致癌性是植物性蛋白质的8倍。蛋白质总量增加10%，会使癌症发生率增加约10倍。这惊人的癌症发病率是在美国、英国和中国3国联合进行的健康调查中被发现的。癌症的前兆以及各种过敏症状，特别是鸡蛋和牛奶，是主要的因素之一。有研究表明，在停止供应含有大量牛奶和鸡蛋的学校午餐后，成功治愈了5000多名孩子的过敏体质。其他如心脏病、脑梗塞、糖尿病、骨质疏松症、关节炎、阿尔茨海默病、白内障以及老年斑等疾病，也与动物性食品有着密切关系。糖的摄取使情况更加严重。虽然肉类、鸡蛋和牛奶等食品中含有部分化学物质，但这些食品仍然是生命的产物，因此还具有自然性。但糖在制造的过程中，除了糖分以外，所有自然的成分都被去除掉了，变成了一种纯粹的人工物质。我们的细胞没有处理这种物质的经验，我们的基因也无法应对。当糖进入胃后，会引发糖反射，导致胃的功能停止。据说，仅1/5块方糖的量就能引发这种现象。这个现象会一直持续到糖被胃液稀释到约5.4%。比如，当大量的糖以蛋糕的形式进入胃中时，胃的功能会停止1个多小时。此外，糖还会破坏血液中钙和镁等矿物质的平衡，使血液酸化，引发脱钙作用，改变体内的环境，使其成为疾病的温床。糖还会引起体寒，降低人体的体温，严重损害免疫力和新陈代谢。众所周知，糖是糖尿病的主要原因之一。糖还会消耗体内有限的酶，用于处理糖所带来的各种异常。糖进入口腔会减少唾液的分泌，增加蛀牙的风险。只要含一口糖水，几秒钟后牙齿表面就会变成强酸性，容易产生蛀牙。这种状态会持续约20分钟，因此可以说糖是一种毒药。另一个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油，即使是100%天然的油，其提取的过程也是不自然的。我们的祖先主要通过全食物如谷物、坚果以及偶尔的鱼和野生动物的肉来摄取油脂。人类大量使用油脂的历史相对较短。在19世纪末，意大利农民的晚餐仅是几滴油的盐水汤和黑面包。而现代富含油脂的饮食生活，即使是高质量的植物油，也会消耗我们体内大量的酶来消化。大量脂肪会干扰饱腹中枢的传递功能。最近的研究表明，这种影响会持续约3天。因此，一次高脂肪饮食会导致长时间的过量饮食，除非中途停止摄入。特别是牛肉、牛奶、黄油和奶酪中含有的棕榈酸，具有较强的这种作用。最需要注意的是，含有反式脂肪酸的产品，如人造黄油。反式脂肪酸产品还包括精制油、起酥油和脂肪涂抹酱等，常用于面包、油炸食品、饼干、冰淇淋和巧克力等产品中。反式脂肪酸会穿透细胞膜，导致组织的炎症，人体无法代谢它们，从而引发出各种疾病。人造黄油是由富含反式脂肪酸的油所制成的，并加入氢气使其固化，因此被称为可食用的塑料。在现代的饮食生活中，即使是高质量的油，也成为了我们健康的威胁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